它越骑越紧。但是。欢迎收看《林前线号鬼月竞技挑战特别计划》的第2集。那因为第1集其实已经做了一些感应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也做了一个招灵的仪式。那现在呢，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也拍摄这个地方给大家看哈。这地方似乎等下用亮一点。我从昨天拍摄的地方开始，我再仔细的拍给大家看。妈呀，好多垃圾啊！这地方之前是有流浪汉住过啊。对啊，感觉还有流浪汉住过。好多瓜子啊！最近里面跳蚤咬惨了，拜托不要再咬我。看不清楚，还好看得清楚，就觉得这个地方有点高。其实这个地方是有一点空，但是呢，因为它空，所以它很适合做我昨天的一些任务。因为东西太多的话，可能走路会不方便哈。至于这个地方有发生过什么故事呢？我会再跟大家诉说。但现在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从昨天绕完墙之后，我今天就脑袋有点不清楚哈。上一集我相信大家看了都知道，我讲话有一点都讲的没有很好哈，快变跟阿瑶一样了。我们那个北部小编哈，讲话都那个我太紧张了，脑袋一片空白。刚进来这里的时候，有一个好像打到什么东西打到铁的声音哦。好，沸水调整池加药桶，其实呢，它这个是一个环保公司。废弃物的环保公司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曾经在这一间有发生了一件事情。至于是什么事情呢？我来这边慢慢跟大家说。这个地方，我现在带大家进了这个房间里面，有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其实曾经有一位员工死在里面。那死亡的原因，我相信大家刚刚已经看到，它上面已经熏黑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就是失火。但是调查出来时，它不是死于被火烧死，它是被浓烟先呛死，然后再被火烧的，身体全部都黑掉了这样子。那其实呢，那个地方，因为这种地方化学物品非常的多，那不知道是做错了什么样，或是电线走火等等，这个我不知道，已经不可考了。导致这边失火，那失火，他那个时候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竟然没有逃出来，他就被呛死在里面了。那他这一呛，他就再也出不来。就在出不来的一个情况下，就让这工厂莫名其妙发生了公安意外。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其实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。那当然就是被火这样呛死，发生公安意外，草草结案。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。知道了哈，其实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个环境跟画面，大家应该很清楚了。为什么这里有烧焦的痕迹？污泥槽，对啊，这里其实有很多化学药剂。那化学药剂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闷烧的行为，甚至会毒死人的一些行为哈。对，
那他其实看他公司规模，并没有他觉得它很大，火灾的只有这一间。那可是为什么这样的火灾却可以让一个人死在里面呢？据说啦，是呛死的。好，那再来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，这个地方还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我在这边简单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哈。其实我昨天做实验的地方就是那个2楼，然后呢，在那个2楼，其实早期啦，在这边工作的员工，他有说他在楼上办公的时候，到晚上加班，然后全公司只有他一个人，结果他碰到了一件事情。就是当他要下班的时候，因为其实他们打卡据说在那一带，要下班的时候，他往下看，那时候公司只剩下他一个人，可是他却看到有一个全身像是被烧焦人在这个地方徘徊，当然他很害怕，而且再来一个重点，这个地方没有别的出口了，他只能从这个地方下来，可是他在这个地方徘徊，他就不敢下来，所以说他打电话给他朋友请，就是他们公司的保全呐。在门口守门的那一个，请他过来。就那保全一来的时候呢，据说这个人就消失在这个长廊上面，这样子。然后那个同事才顺利的离开这间公司。而自从发生这件事情之后，他永远不敢加班。然后呢，因为没有加班，所以说到最后也被公司开除了。然后他被开除了之后呢，其实因为公司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，也不幸的就倒闭了。当然，这个是听人家说的，实际上是怎么样，我不太清楚。但是呢，我可以再透过器材，简单的跟他询问一下，是不是那个被烧死的灵体在这个地方没有离开过，这样子。好，那今天第2集的部分呢，故事就差不多讲解到这个地方，环境差不多介绍到这个地方了。那我们就进入今天感应的部分吧。进入今天感应的部分，其实今天这台器材呢，我还没用上，但昨天呢，它确实有派上用场。它让我知道说这个地方哪里的磁场是比较奇怪，甚至我召唤过来的一些灵体，就是我有没有召唤过来这些灵体。其实呢，我做了这样的事情，我从昨天的上一集跟今天这一集，因为是同一天拍的，我觉得我讲话真的很奇怪，就是常常会断片这样子。来，我现在开机了哈。我今天呢用这一台，再来跟他请教6个问题，就是关于我刚刚所讲的。各位好兄弟，你们好，想请问一下，你们应该愿意跟我做沟通吧，对不对？因为刚刚呢，应该不能讲刚刚，应该说昨天，机器其实他们已经使用过了哈。那这台只要能量强一点，我就会收到你们回复哈。来，愿意沟通好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各位好兄弟，你们好，想请教一下，就是这个地方是不是曾经有个人被浓烟呛死在楼下1楼呢？如果有的话，麻烦各位先能量上的反应好吗？谢谢。其实大家会问我器材为什么反应这么快，但是我必须跟他讲，你没有看到我还没拍摄的那一面，有时候等答案要等很久。各位同学，你们好，小弟想请教第2个问题，就是想请问一下，那一个意外死亡的，他的灵体是还徘徊在这工厂当中？若是的话，谢谢。而且现在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脸部对焦现在在机器的上面，刚刚脸部对焦在我这里，拿下脸部对焦在我这里，可是刚刚在我这里，它机器在这边嘛，对不对？想请问一下，那个被呛死、被烧死的那个灵体是不是现在就在我身旁呢？若是的话，给我一些反应好吗？谢谢。没有。那请问一下，是不是其他灵体在我周边呢？现在回复我问题的是那个被烧死的那个人的灵体吗？
我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哈，想请问一下，这个意外往生的一个鬼魂，想请问一下，他是想不开吗？若是想不开的话，可以请您给我一些能量上的反应吗？谢谢。那我知道了。因为其实就算那个房间失火的话，你真的有心要逃，你是逃得出来的。但是，假如你今天选择是自我伤害的话，那这个当然就说得过去了。好，再来。那想请问一下，我昨天召唤来的，我昨天那一集召唤来的鬼魂，在那个房间里面走靠墙的，请问一下。好的，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哈。最后一个问题就好，想请问一下，你对我昨天这样做的召唤动作，会不会感觉到不满？会不满的话，麻烦给我一些能量上的反应好吗？不会，蛮意外。好 ，OK， 那今天的拍摄就到这边为止，有点颠倒过来。其实昨天应该转成昨天的影片应该放到今天来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就是想要测试看看，我做了这些招魂仪式之后，或者是做了这些禁忌之后，会不会吸引到更多灵体过来？那这2天下来的部分，你们怎么想？这个东西就由你们自己做决定了。我是够上的前面，鬼月一个人拍摄，其实还蛮辛苦的，但接下来还有2个礼拜，我还会持续努力加油拍摄给大家看。下次呢，一样是会挑战禁忌。好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它越骑越紧。